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，我是健身。今天是2025年12月26號星期五，今天要來做開箱。那我們直接先開箱。那我買的是三星的980 Pro 版的 M.2 SSD 1TB 的，剛好有促銷，所以就直接買大容量的。雖然比較少在玩遊戲，因為一些設計的軟體需要比較大的容量，所以我這一次就直接買大一點的容量。那先開箱看有沒有什麼問題。包裝就大概都這樣子吧。這一個版本它是沒有散熱片的，那我原先的硬碟是有散熱片的，到時候把它換過來就好了。那簡單的開箱就分享到這邊。那我會買硬碟，就是因為現在用的硬碟健康度已經降低了，容量也太小了。那乾脆趁這一次有優惠，直接買大容量的。接下來我們去我的電腦那邊看。那我們用這個軟體來做電腦硬碟的檢視。那我們直接看西草。硬碟的健康度剩下 69%， 已用的時間部分已經9000多個小時了。根據用 AI 查出來的資料，所以我的硬碟目前是屬於輕度老化的部分。這邊的建議就是定期備份重要的資料，注意速度是否有下降，系統卡頓的問題。大概剩 60% 的時候就要準備更換了，所以我 69% 的健康度我就會考慮把它換掉了。目前還是沒有問題的嘛，我們不可能等出問題以後才把它更換掉。接下來我們就是要重灌。重灌的部分，我個人是比較偏向於重新安裝作業系統。如果用拷貝系統碟的，它會連同一些舊驅動的殘留或者一些垃圾，也會一併把它拷貝過去。所以我個人還是偏向重新安裝作業系統。要換硬碟之前，我們可以先將主機裡面所有的灰塵清理乾淨，再來做更換。那我大致上都已經清潔乾淨了。那我這邊已經將舊的硬碟拆下來了。那因為長期使用的話，散熱片會粘在上面，所以要拆的話，建議你先稍微加熱一下，用一般的吹風機，或者是用這種熱風槍。那我是調到180度，大概吹個20秒左右，然後用塑膠的撬棒把它撬開，這樣就可以了，不要硬拔。接下來我們就是換這一個硬碟，那將導熱膠粘上去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因為我這邊沒有專用的固定帶，所以我是用束線帶。那束線帶你不要纏太緊，发熱的話怕會變形。那它原廠上的標籤你不要撕，直接貼導熱膠以及散熱片就可以了。因為空間不是很夠，要拆或者是裝，一定要把顯卡拔下來。風扇拔不拔應該都可以，不過這樣子會比較好作業。顯卡跟硬碟都裝好以後，接下來我們要重灌。那我個人的習慣會先把所有硬碟的數據線拔起來，避免在重灌的時候搞錯硬碟。雖然不至於，但是因為這種工作我不常做，所以為了安全起見，我會先把所有的數據線都拔起來。接下來我們就是進行重灌。電腦已經全部都重灌完成了，接下來我們用軟體來看一下相關的資訊。那我是重灌 Windows 11專業版的，溫度目前看起來都是正常的。這個軟體它系統碟沒有辦法測試溫度。看一下我們的西草，目前是良好率 100%， 新的嘛，我已經用了6個小時沒有問題了。這一顆硬碟是支援到 4.0 的，但是我的主機板只支持到 3.0 的，所以速度測試上沒有辦法發揮硬碟全部的速度。不過對我來講已經足夠了啦，反正我也不玩什麼大型的遊戲嘛。那硬碟看了一個 YouTuber Windows 最新的系統，它會鎖硬碟的速度。不過看了其他的人留言，會有潛在風險。那我看完他的影片以後，我也覺得速度坦白講提升不會很多，所以我個人建議還是先不要做修改。我們使用電腦畢竟以穩定為優先，所以有風險的地方我們先不要去做。驅動的部分，我個人還是習慣用軟體下去做驅動的更新，因為一鍵按下去就全部幫你更新到最新了。那 Windows 更新建議也是直接更新到最新。那我們也看一下裝置管理員這邊，所有的驅動目前都有啟動中了。順便測一下網絡速度，那我們家是500M 的，目前測試起來是可以的，因為我還有在抓其他的東西嘛。接下來我們就是持續使用一段時間。那如果整個系統沒有什麼問題的話，這個硬碟的更換流程就完成了。舊的硬碟我個人會比較建議先保留一段時間，如果新的硬碟後續有出問題，至少我們還有一個備份的。那我這一篇三星
980 Pro 版的硬碟更換分享影片就分享到這邊為止。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，敬請訂閱和分享，謝謝。